吃饭就吃饭，拿什么东西脏上桌？这是我的人事档案复印件，上面写着沈燕，岗位协助业务工作的家属，薪酬标准5。妈，我3年的工资到底在哪？你住的是别墅，吃的是家宴，进出有司机，这些不是钱。你以为你在顾家白吃白住3年？那是两码事。吃住是吃住，工资是工资。我3年给公司谈下了40多个客户，签约金额加起来少说5个亿。姐夫，你这话就不对了。你谈客户用的是顾氏的名头，没有顾氏这块牌子，谁认识你沈燕？再说，你真有本事就去谈个盛腾的合作，给我们开开眼啊！没本事就别在这儿装。盛腾，当初他们以保底5000万的年薪请我过去，华尔街更是开出过3倍条件，我为了顾家把这些全推了。现在你让我去谈盛恒。那你出去谈一个给我看看。不说盛恒集团本来就是我们现在够不到的合作，就说上个月我谈下的客户，你坐在会议室里，连人家财务模型都听不懂，是谁帮你圆的场？什么意思？你意思是我抢你功劳？我不是说你抢，我是说这些客户是我谈的，方案是我写的，合同是我跟进的，提成呢？我的提成进了谁的账户？阿燕，我弟弟的婚事是现在最重要的事，等婚礼结束，我们再谈你的工资。顾庆婉，你说什么？喂，哥，你现在来我学校一趟吧，我有事情和你说。好，志毅，我现在就过去。顾庆婉，你根本不知道我为什么今天要跟你谈工资。志毅，你怎么就吃这点儿？够吃了。哥，你只给我拿1份红烧肉，你自己的呢？我不饿，你吃。哥，我上月做家教攒的钱都转给爸妈了，但爸妈身体不好，咱家也穷，那点钱不够修房子，屋顶也还在漏雨。哥，我没钱了，你要是有的话，给妈转点吧。好，你别担心，有哥呢，哥晚点给妈转。哥，你说爸妈供咱俩念书，念出来了又能怎样呢？你在顾家3年，连件新外套都没添过，爸躺在漏雨的屋子里，没钱修房子。吃肉，你好好上学，其他的不要你操心，哥来想办法。这个澳洲龙虾不错，一桌2只，2万。清远，菲菲喜欢吃海鲜吧？喜欢，他上次还说我小气不带他去海鲜馆。那就订这个，甜品换成燕窝。好，妈，宴席越贵越有面子。菲菲身体不好，但看见这些，她也肯定愿意高高兴兴的嫁过来。对呀，赵家说了，他们和盛恒有大合作，等菲菲嫁过来，到时候靠着赵家的关系，说不定咱们就能直接和盛恒合作了。给顾家打工3年没有1分工资，可是他们一桌席面的钱就够我妹妹1年的饭钱。清婉，我做了个预算，修屋顶、换门窗、做防水，真的一共就5000。等我回来再说，我现在出去有急事。清婉，不能再等了，我爸身体不好，老房子每天都在漏雨，再不修的话，下一场雨就能把堂屋泡塌。阿燕，你知道我今天出门是去干什么吗？我不想知道你去干什么，我就想知道5000你给不给？清远的未婚妻菲菲白血病2年了，现在找到了合适的匹配者，和赵家联姻后，顾氏说不定很快就能和盛恒合作。盛恒你知道吧？爸跑了3年都没把人家门敲开，现在好不容易有机会，你非得这时候跟我闹。我不管什么盛恒，你顾家想跟谁合作是你们的事，5000不给我可以，那我要我3年的工资。喂，姐，你出发没？骨髓配型的事情有着落了，沈燕的妹妹沈之毅血型匹配上了，你快来。等我到了当面说。顾清婉，你今天走出这个门，以后你顾家的事跟我没关系。喂，哥，之毅，怎么了？哥，刚才有2个人来学校找我，说是顾氏集团的人。顾氏的人，他们找你干什么？他们说赵菲菲有白血病，等骨髓等了2年了，他们
他们不知道从哪儿查了我的血型，说我和那个女孩的血型初步匹配，想让我去医院做个详细筛查。他们怎么查到的你的血型？我也不清楚。那2个人说让我配合做筛查，匹配上了再谈下一步，还说这是帮顾氏拿下一个大项目的关键。谁让他们去？我问他了，他说是我的嫂子顾副总裁顾清婉的意思。之意，你待在宿舍别动，哪儿也别去。哥，我不想去匹配，我怕。你谁都不用怕，这事哥来处理。顾清婉，你派人去找我妹妹了？是你让她去给赵菲菲匹配的。你想用我妹妹的骨髓去换你弟弟和你们顾家的前程？只是初步筛查，匹配成功率很低，就算初筛过了，后续还有其他检测，大概率走不到最后那一步。你跟我谈概率？你连问都没问过我，就派人去学校堵我妹妹。她才大2，你让她去给别人做骨髓配型？和赵家的联姻有多重要，你不是不知道。赵家是目前我们唯一能接触到盛恒的机会，必须好好把握。所以就拿我妹妹去换？又不是要她的命，只是一个筛查。顾清婉，你有没有哪怕一次，就一次，在做这些事之前想过要跟我商量？清远是我唯一的弟弟，我不能不管。顾清婉这也是我唯一的妹妹，她才20岁。你们顾家的人是人，我沈家的人就不是人。在走廊上就听见你大呼小叫。沈燕，你跑到公司来闹，像什么样子？赵菲菲和你妹妹的血型匹配，现在还只是去做个筛查，你至于闹成这样？闹？你们都想要我妹妹的骨髓了，我连句话都不能说吗？姐夫，又不是要她的命，做个检查怎么？配上了是她的造化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。那你怎么不自己去配型？你也是顾家的，只是做个检查，又不是要你的命，配上了你就去捐。我怎么能去？我可是顾家独生子。你不能，我妹妹就能。够了，沈燕，顾家养了你3年，吃的住的用的哪样亏待过你？只是想让你妹妹帮个小忙，只要成功了，这个家上上下下都能顺利。帮个小忙？你管捐骨髓叫帮个小忙？你问过我的意见吗？是筛查，不是捐骨髓，你听不懂人话吗？筛查过了，匹配上了呢，下一步是不是就让他躺到手术台上去？3年，你们让我做什么我做什么。我的项目挂在顾清远名下，我1分钱工资没拿过。我爸摔伤了腰，我跟你们要5000块修房子，你们说家里没钱。我妹妹连肉都舍不得吃，可你们一桌婚宴上光龙虾就2万。现在你们还要动我妹妹的身体，你们有没有人想过沈之意不是你们顾家的资源，他是我沈燕在这世上最亲的人。说完了就回去冷静冷静。筛查的事儿你妹妹配合最好，不配合的话，这个家你也不用待了。不用等筛查，从今天起，我跟你们顾家恩断义绝。阿燕，你干什么？你不是看见了吗？就因为筛查的事儿，我都说了只是初步检查，你非要闹到这个地步。3年了，我的事儿在你眼里都是小事，不给我开工资是小事，你弟抢我的业绩是小事，现在动到我妹妹头上还是小事。顾清婉，在你，只要和我有关的事都只是小事。你出了这个门就别再回来。我本来也没打算回来。收拾东西，行啊，有本事别回来。我倒要看看，离了顾家，你一个农村出来的上门女婿能去哪儿？清远说的对，你就是条喂不熟的白眼狼。顾家养你3年，到头来为了一点点小事翻脸不认人。这3年，我不欠你的。江总，我是沈燕，你们盛恒之前想挖我，现在我同意了。是沈先生吗？我是江总身边的王秘书，我们江总等您很久了，您跟我来。好的，请进。沈燕来了，坐。江总，我想加入盛恒。顾氏这几年发展的这么快，圈内人都知道全靠你。我一直很欣赏你，但你今天主动上门，为什么？这是我的人事档案，入职3年，47个客户，签约总金额5亿3000万，全部挂在顾清远名下。这些年我在顾家任劳任怨，到头来我连爸妈修房子的5000块都拿不出。
所以你来找我。我想跟顾家做个两断，盛恒是我唯一的选择，而我沈燕也是盛恒唯一的选择。但我还有一个要求，不管江总你用什么办法，3天之内让顾清远和赵菲菲的婚事取消。小事儿，我同意了。王秘书，你去法务部拿一份副总裁聘用合同过来。好的，总裁。进了盛恒，你就是我的兄弟，我同沟的战友。3天后，顾家的订婚宴，我让你亲眼看见苛待你的人是什么下场。恭喜恭喜，顾总和赵小姐郎才女貌，天生一对。听说赵庆龙这个当岳父的，直接把在城北那3个建材市场给顾氏，那以后就是顾氏的渠道了，真是强强联合啊！以后都是一家人。清远娶了菲菲，是顾家的福气。妈，今天怎么没看见姐夫？别提他，一个上不了台面的赘婿，他在这大喜的日子出现，就是脏了大家的眼。以后他拿下的项目都是你和清远的。这3天都没见沈燕，刚才打了3次电话也没人接，她不会是真不准备回来了吧？清婉，你家沈燕怎么没来？她不来是她的损失。感谢各位今天来参加我和菲菲的订婚宴。借着这个高兴的日子，我再宣布一个好消息：等我和菲菲结婚后，顾氏将正式向盛恒集团提交供应商入围申请。那可是国内龙头行业，没想到顾氏和赵氏联姻后，竟然能和盛恒合作。是啊，我听说盛恒要求极高，只要能和盛恒合作，那以后的日子就不用愁了。在场的朋友都知道，盛恒的供应链门槛多高，全市能进盛恒名单的企业，一只手数得过来。和盛恒合作后的蛋糕有多大，不用我多说吧？顾总，这要是成了，顾氏的股价不得起飞？当然，盛恒的供应链合同一签就是5年起，一个项目至少20亿，顾氏到时候年营收至少翻1倍，到时候顾氏的股价翻个番也不算吹牛。顾氏筹备了这么多年，就等这一把，等进了盛恒的供应商体系，到时候在座的各位老朋友，有钱大家一起赚。天哪，那可是盛恒集团江总身边的王秘书。王秘书现在来，不会是要现场和顾家谈合作的吧？肯定是了。今天顾家不仅要和赵家结亲，还要直接和盛恒合作，可谓是喜上加喜，前途无限啊！王秘书，什么大风把您吹来了？是江总今天就想和我们签合同吗？因为赵家和顾家联姻，以后盛恒和赵家的合作作废，并且顾家进了盛恒的黑名单。今天以后还和顾家有合作的，也一起进盛恒的黑名单。什么？顾家这是得罪了盛恒，我们还留着干什么？赶紧走，免得到时候沾了一身腥。刚才还说带我们一起赚钱，转眼进了盛恒黑名单，真是晦气。王秘书，怎么回事？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误会？你们为了给赵菲菲做骨髓匹配，都带人去堵沈燕沈总的妹妹了，哪来的误会？顾清远，你不是说这事儿你们能摆平吗？不是说那女的给笔钱就打发了吗？现在盛恒的人怎么来了？你倒是说话呀！当初是你们顾家拍着胸脯说让我安心等，反正我不知情，这事儿跟我没关系。王秘书，误会啊，我们没有想做什么，只是去学校做了个问询。沈总现在是盛恒的人，谁动他的家人，盛恒就动谁。王秘书，您留步，这事都是顾家做的，跟我们赵家没关系，求您跟江总说说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赵总，话我已经说清楚了，跟顾家联姻就是这个结果。婚约取消，我们现在就取消，求您。不必再说了，你们顾家疯了，连女婿的妹妹都不放过，现在还连累我们赵家一起被封杀。爸，咱们走，这婚不定了，让他们顾家自己收拾。从今天起，赵家和顾家再无瓜葛，顾家的烂摊子你们自己收拾吧。你说什么？当初是你家私下跟我说，只要能让赵菲菲恢复赵家3个建材市场给顾氏做渠道，这话不是你们先提的吗？周美华，你说话注意分寸。那我们可没让你们去堵人，这事儿从头到尾都是你们顾家办的，跟我们赵家没关系。清远，你当初追我的时候说自己是顾氏接班人，现在我才发现原来你什么都不是，你们顾家也太让人失望。
喂，顾总，出大事了！盛恒的声明一发出来，公司股价在10分钟内跌停了。你说什么？还有华泰、明远的采购部都打电话来说要重新考虑合作了，还有银行那边也来电了，问公司经营有没有受影响。知道了，先稳住。谁打来的？是不是沈燕？秘书，股价跌停了，供应商在问，银行也在问。沈燕，他就是来报复顾家的，他就是来报复的。你是不是早知道沈燕去了盛恒？我3天没联系上他。3天？你男人跑了3天，你不知道？你连自己男人都看不住。他现在去了盛恒，当着全城的面，顾家踩在脚底下，你满意了？当初你招沈燕入赘就是个错，一个农村出来的能有什么良心？在顾家好吃好喝养了他3年，到头来反咬一口。他走之前跟我说他爸腰摔伤了，房子漏雨再不修就塌了。他跟我要4万8，你当时说家里没钱。现在是翻旧账的时候吗？你还帮着沈燕说话？你去找他，跪下来求他，你是他老婆，他不能不顾夫妻情分。喂，顾总，出大事了！华泰和明远刚刚正式宣布要和我们解约了。我知道了。催贷？合同还没到期，催什么贷？银行也来催了，说顾氏进了盛恒的黑名单，要重新评估信用风险。今晚，沈燕在顾家3年，吃我们的，住我们的，她欠顾家的。他欠顾家的。妈，这3年到底是谁欠谁的？你心里不清楚吗？现在不是翻旧账的时候，我是让你去求他，不是让你在这跟我犟。姐，妈的话不好听，但理是这个理。沈燕当初放着盛恒1亿的年薪不要，跑来顾家当赘婿，她图什么？图你。她是真喜欢你，你去跟她说2句软话，她肯定心软。清远说的对，夫妻没有隔夜仇，他就算恨我，也不会恨你，你是他老婆，他总不能连你的面子都不给。你们让我去求他，你们有没有想过，是我们对不起他？你是顾家的女儿，公司要是没了，你手里的股份也一文不值。你身上哪样不是顾家给的？姐，就一句话，你去不去？好，我去。顾清婉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阿燕，我是专门等你的。让开，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说的。这是你之前给我的离婚协议书，字我没签。你不签我就去走诉讼，无非多等几个月。法院判之前，我还是你法律上的妻子。顾清婉，你跑到公司楼下来等我，就为了说这个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2件事。第一，顾氏被盛恒拉黑，供应商全断了，银行在催贷，股价还在跌。我妈让我来求你，把黑名单撤了。你觉得可能吗？我知道不可能，但她是我妈，话我得带到。第2件事，3年前你进顾家的门，是我让你签婚前协议，放弃所有权益，是我让你把项目挂在清远名下，也是我在这3年里把你的付出当作理所当然，从来不肯多看你一眼。我不想和你离婚，婚前协议我作废，你3年的工资加提成加补偿金，我给你300万，你回来好不好？你觉得我来盛恒是为了钱？我没有这样想。第1件事没得谈，顾氏的黑名单是盛恒董事会集体签的字，江宇不会撤，我也不会替你开口。第2件事，我不需要，你欠我的不是300万，
是你3年里你们家对我的每一次羞辱，这笔账你还不了，也不用还。沈燕，对不起，这3年是我耽误了你，以后我一定会好好补偿你。这个给你。你怎么又来了？让开，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说的。红烧肉，我学着做的，做了好几遍，这版是最成功的。你不用这样。3年前你发高烧到40度，我半夜跑了好几家药店才买到退烧药。你当时拉着我的手，说那晚你觉得娶我值了。后来3年，我没让你吃过一顿我做的饭。顾清婉，你真的不用这样。你带红烧肉也好，带协议书也好，黑名单的事没得商量。黑名单是黑名单，饭是饭。那你来干什么？到底是为了顾家，还是为了你自己？饭我放这儿了，你愿意吃就吃，不愿意就扔了。爸，我又给你转了10万块，你跟我妈留着用。燕啊，钱够了。上次你记得修好屋子后还剩的有，你在外面别太拼，照顾好自己。你妈让我跟你说，天冷了多穿点。知道了。爸，腰还疼吗？好多了，新房子不漏雨，腰再养养就快好了。你妈养的那几只鸡下蛋可勤了，等你回来给你攒着。嗯，好。哥，你怎么又转钱了？我的生活费够了，兼职的钱也够花。志毅，兼职不用再去了，好好享受校园生活，别再只吃素菜了。哥，那你也要好好吃饭。我看新闻了，你现在是盛恒的副总裁，真厉害。这3年入赘顾家，连给父亲修屋顶的5000块都要看人脸色。现在可以不用跟任何人开口，就能让家人都过上好日子。现在顾氏的处境不好，但是也还没死。周美华在变卖个人资产往里填，撑1-2个月没问题。顾清远这2天在接触城南一家叫鼎盛的投资公司，想拉一笔过桥资金。黑名单维持不变。那顾清婉呢？他在盛恒楼下等了你3天，停车场那晚之后，天天来，早8点到晚8点，风雨无阻。公是公，私是私，这个我懂。但有句话我得提醒你，周美华和顾清远现在拼命找钱，是为了不被盛恒吞掉。但他们找钱的过程中，第一个会牺牲的人，就是顾清婉。周美华手里能变卖的资产有限，等周美华手里的资产没有了，顾清婉到时候估计会来找你。他来过了。停车场那晚，他带了2份文件，一份是作废的婚前协议，一份是300万的补偿金，我没要。我知道你不要钱，我问的是顾清婉要是在顾家待不下去了，你管不管？他等了我3天，3年前我进顾家的门，等了他3年，等他能在他妈面前替我说一句话，等他在他弟抢我项目时能看我一眼。顾氏的事按董事会的决议办，黑名单不撤，供应商不解封。我知道了，不过顾清远接触的那个投资公司有点问题，你自己看要不要告诉顾家。
周美华，她打电话来干什么？喂，沈燕，沈燕，你听我说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！清远被人骗了。说清楚。城南有一家鼎盛资本，说是专门做过桥资金的。清远通过人介绍的，对方承诺3000万，年化20%，3个月柔转。他们说要先交150万的尽职调查费才放款。我把我压箱底的金条全拿出来了，就连公司账上最后一笔流动资金也凑进去了。今天是约定到账的日子。清远从早上等到下午，电话打不通，微信被拉黑。他去鼎盛的公司地址找，那间办公室是短租的，上礼拜就退了，营业执照是假的，注册地址是一个快递代收点，150万没了，钱打过去就没了。沈燕，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这3年我苛待你，克扣你工资，还想动你妹妹，你怎么恨我都行。但清远他毕竟喊过你3年姐夫，他不懂事，他被人设局骗了。盛恒有法务资源，全城最好的律师都在你们那边。你想让我查那个信中的底细？对，你帮忙，你只要能查到，能追回来这笔钱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我可以查。真的？你愿意帮？但我有一个条件，让顾清婉在离婚协议上签字。3年前我进你顾家的门，3年后，我想干干净净的走。你让他签了，我会动用盛恒所有法务资源帮你查鼎盛。沈燕，清婉她毕竟是你老婆，3年夫妻。你现在想起来她是我老婆了？条件我开了，签还是不签，你们自己商量。签，我肯定让她签。顾清婉，东西查清楚了。你打电话约我见面，说动用盛恒的资源帮我弟弟查鼎盛。阿燕，你是不是原谅我了？你妈没告诉你？告诉我什么？3天前，你妈给我打了电话，她说清远被鼎盛资本骗了150万，她手里一点钱都没了。她求我动用法务资源查那个姓钟的，我说可以，但有一个条件，让你在离婚协议上签字。他没告诉我他找过你，所以这份调查是我妈用我和你离婚的承诺换来的。是。钟建平7年前在广州以同样手法骗了一个建材商，涉案金额200万，后来逃到国外，再次作案就是这次。这里附了照片、身份信息、近3年活动轨迹，全部整理得清清楚楚。想追回你们钱的话，最好尽快。阿燕，这3年我把你排在所有人之后，我妈的事在前头，我弟的事在前头，顾家的面子在前头，公司的合同在前头。你呢？你永远排在最后。你每次跟我提要求，我都说等忙完这段。我知道真正毁掉这段婚姻的，不是我妈，不是清远，是我。是我把你所有的付出当作理所当然，是你替我扛了所有我扛不动的事，而我从来没有珍惜过。离婚协议我签，但是你要和我回顾家签。好。约你回来签，是因为这里待了3年的地方。不能签，
东西我们已经拿到了，鼎盛的资料在手里了，钱追回来就有希望。这个就不签了。妈，东西是沈燕给的，给了就是我们的。他查鼎盛是还顾家的债。是你给他打的电话。3天前，你打他的电话。我当时是被逼的。然后呢？你今天冲进来拦我，是觉得东西到手了，可以反悔了吗？清婉，我做这些都是为了顾家。妈，你让我把话说完。3年前阿燕进门，你跟我说过一句话，你说赘婿不是丈夫，是工具。我记住了，所以我让他签婚前协议，让他把项目挂在清远名下，让他3年不拿1分钱工资。公司好了，他走了，是我们全家都对不起他。只是这句话迟到了3年。报案，联系城南分局经侦科，找姓刘的警官。鼎盛的案子里，他不是第一次犯事，广州那起也在追。明天上午，民政局见。走了。阿燕，3年前你进顾家的第1天，我就欠你一句话。谢谢你当初选择了我，哪怕这份选择被我浪费了3年。江总，沈燕，快看手机，你被人黑上热搜了。你在哪儿？先回公司，公关部已经在押了，但源头还没找到。知道了。盛恒副总裁沈燕入赘3年，反咬妻子一家。据知情人士独家爆料，他农村出身，靠婚姻攀上顾家大门，入赘后吃住全倚仗妻子。可这个女婿攀上盛恒后翻脸不认人，反而用供应链黑名单将岳父一家逼入绝境。传播这么快，评论区还一边倒全是骂我的。这人真是养不熟的白眼狼，顾家养他3年，还不如养条狗。对啊，我看这种白眼狼早晚要遭报应。零工资的薪酬档案，我做的项目编号，我当年要5000块修房子的原话，这些事外人绝无可能知道，每一个细节都是顾家内部的事。王秘书，热搜上的相关内容你看了吗？看了，公关部已经在拟声明，告诉他们先不删帖。不删？对，不但不删，让他挂着。你给我找法务部的技术团队，追查这个爆料的源头账号。我这会儿就去公司，我倒要看看是谁把这件事往外抖的。沈总，现在舆情扩散的非常快。源头查了吗？还在查，这种匿名爆料账号用的都是虚拟号，那就让法务部介入，技术手段总能查到。账号查不到就查 IP 查不到就查发布设备。王秘书，通知法务部，这个事儿我亲自跟，在没有查到爆料源头之前，公司官方账号什么都不要发。明白。里面有些内容不是外人能知道的。写这篇东西的人，要么是顾家自己人，要么是从顾家内部拿到的料。你怀疑谁？让他们先查，查出来之前，让热搜挂着。沈总，结果出来了。说，注册手机号的实名认证人是顾清远 ，IP 地址是成交一家网吧。全部存档。沈总，要不要现在就……先把证据存好。明白。
江总，看见了吗？现在最热的帖子是农村赘婿，凭什么手握圣国生杀大权？盛恒用人机制遭拷问，黑热搜被财经媒体绑上了供应链黑名单制度。文章末尾直接问，盛恒在用人上是否存在重大疏受？我知道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他们要的是交代，我给他们交代。我攒了3年的东西，今天放出去。发吧。我把证据发给你，你给我放出去。好的，沈总，我收到了。人事档案扫描件、邮件记录、聊天记录3部分。您看按什么顺序放？这个人事档案证明我3年没工资的放第一张，然后再放邮件，证明我做的项目都署名是顾清远。沈总，这个聊天记录放不放，您再考虑一下。毕竟那里面有您父亲的伤情，放出去就成了公众话题。不放这个，他们不会知道我为什么跟顾家要那5000块。要放就放全。配文怎么写？法务部拟了3版，从温和到强硬都有。都不用了，我来说，你记下来直接发。配文是：我就是那个被骂上热搜的白眼狼，这是我拿出来的东西，你们自己看。发。我在后台盯着数据，有异常随时汇报。沈总，顾清远那边要是再发新东西，他有东西早就发了，他没了。沈总，不好了！舆论还是没有扭转，最高赞的评论是：谁会傻到白干3年不要工资？编故事也要讲基本法。知道了，你先盯着。沈总，顾清远开直播了，直播间人数正在疯涨。今天开这个直播，是想把一些话说清楚。过去3年，我姐顾清婉一直在替沈燕还债，这件事我们家从来没对外说过。您的意思是沈燕在外面有债务？具体的我不方便多说。可沈燕是怎么对我们家的？住在顾家3年，吃出1分钱没花过，走的时候连句谢谢都没有。网上说沈燕在顾氏做了3年业务，项目都是她谈下来的。不可能！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说清楚，那些项目是我顾清远一手谈下来的。每一个客户，每一份合同，都是我自己跑的。沈燕就是做一做端茶倒水、会议记录这种活。你姐姐顾清婉对这件事是什么态度？我姐到现在都不肯说她一句坏话，这个傻女人，到现在还在替她还债。识人不清，是我顾清远的错。这个错连累了我姐、我妈，还有公司上百号员工，我向大家道歉。沈总，舆论彻底一边倒了。沈总，现在外面骂您的人比我们发证据之前还多，要不要开直播回应？您也可以面对镜头说。不用，把第2波证据准备好。法务部查到的手机实名信息、网吧 IP 地址、发帖时间，全部整理出来，再去调顾清远上个月所有签约项目的客户沟通记录。他不是说我端茶倒水吗？那就让所有人看看，他顾清远谈项目的时候，是谁在替他写方案、做模型、拟合同。这些证据放出去，顾一星就彻底完了。他开直播说的话，也没想过给我留后路。去准备。沈总，第2波证据全部整理好了，按您说的3份一起放。放。沈总，
现在有一些舆论偏向您，但还有一群人咬着一个点在骂。什么点？评论区都在说，如果你说的全是真的，你老婆为什么不站出来替你说话？3年夫妻，但凡你有一点委屈，她至于一个字都不说吗？沈总，这个点回应吗？你们先别管，现在的舆论有一半偏向我，公司的股价已经稳定了，剩下的交给我。沈燕，今天又放证据了，手机号实名认证，网吧监控，鼎盛的报警回执，他全放出去了。妈，你发帖的时候为什么不跟我商量？我怎么知道他能查到我？我用的是网吧的电脑，手机号也是临时注册的。你发的帖，黑热搜是你发的，专访也是你自己找的媒体，你从头到尾都没有告诉我。姐，我是为了公司。你是为了你自己。清婉，现在不是追究这个的时候。沈燕把什么都放出去了，一半人已经开始回头咬清远了。沈燕放证据，是被人往死里骂了之后才拿出来的。你说这些有什么用？姐，你一直看这条说你没站出来给沈燕撑腰的评论干什么？你不会真想站出来说吧？清婉，你知道站出来意味着什么吗？那就等于承认我们家撒谎，等于把你弟弟往火坑里推。妈，是我们应该向他认错。顾清婉，要是敢说出去，我就一头撞死在你面前！妈说的对，姐你不能站出去，你站出去我就完了。那你让我怎么办？清婉，唯一能解决现状的办法就是你去求沈燕，求她和我们和解。求她？对，只要把沈燕找回来，热搜能解决，公司的事情也能解决。你去求她，3年夫妻，她总不能真的一点旧情都不念。我不去，我没脸见她。你不去，你不去，我去，我这张老脸不要了，我去给她跪下。妈，你们不能去！让开！喂，大哥，你现在有空吗？对，去一趟沈燕那儿，把老二和小妹也叫上，人多好说话，就现在。阿燕，我妈和清远要去找你，我没拦住他们。我妈还叫了大伯、二叔和小姑，一共5个人。好，顾家人既然要来，那我就让所有人都看看他们的真面目。人数升这么快，看来关注这件事的人还挺多的。接下来就等着顾家人来了。阿燕，这么晚才来，没打扰你吧？有什么事说。妈这些天想了很多，家里的事闹成这样，我这个当妈的心里难受。今天带着几位长辈来，是想跟你好好谈谈你和清婉的事儿。沈燕，夫妻之间的事儿，关起门来怎么吵都行，闹到网上去对谁都没好处，你说是吧？是啊，姐夫，我姐这段时间瘦了一大段，她心里放不下你，只要你愿意回来，之前的事儿我们都翻篇儿。阿燕，当初招你入赘，确实是顾家的福气。你刚到公司那会儿，一个人扛了多少难搞的客户，妈心里是知道的。以前有些事儿，妈做的不够周到，你心里有怨，妈理解。但夫妻到底是原配的好。阿燕，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回头吧。你们今天来，就是为了劝我复婚。对，只要你愿意回来，热搜的事儿，顾家来摆平。怎么摆平？姐夫，只要你点头复婚，我马上去跟媒体说，帖子是我酒后胡写的，所有事我一个人扛下来。
3天之内让这件事翻篇。你一个人扛，可是大众凭什么相信你说的话？那些事本来就是我弄出来的，什么黑热搜，什么直播上的话，全是我编的。只要你和姐复婚，我就有办法让大家相信。阿叶，你要是实在不答应，那妈也得把丑话说在前头，热搜继续挂着，对谁都没好处。盛恒董事会那些股东能容忍一个上过黑热搜的副总裁再待多久？只要事情一直没有完全解决，以后圈子里提起沈燕，所有人都会说是你忘恩负义。年轻人，不要不知好歹。顾家今天上门是给你台阶下，你要是聪明，就该顺着台阶走下来。沈燕，你想想，你一个农村出来的，要是因为这件事被盛恒赶走了，还能去哪儿？阿燕，你走到今天不容易，何必为了赌一口气，把前途全搭进去？帖子到底是谁发的？阿燕，这都不重要。清源已经说了，他愿意。我再问一遍，帖子是谁发的？现在追究谁发的有什么意义？重要的是怎么解决。我再问一遍，我在顾家3年，按正常业务副总的薪酬标准，应该拿多少钱？沈燕，你别太过分！3年前要不是顾家收留你，你还在农村种地。你一个上门女婿，顾家给你吃给你住，养了你整整3年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没有顾家，你能认识江月，能进盛恒，能有今天？你从头到脚哪一样不是顾家给的？姐夫，不对，沈燕，热搜挂了好几天，你能怎么办？你放了那么多证据，网上照样一半人骂你。你现在根本就是走投无路，除了跟我们和解，你别无选择。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，你要是不答应复婚，不把热搜撤了，我们就在这儿不走。你一直在直播？从你们按门铃开始，每一个字都播出去了。喂，顾总，出大事了，股价跌穿了，银行进来电话，所有贷款提前到期，要求3天内全额偿还。还有，供应商把公司大门堵了，顾总，公司账上1分钱都没有了，公司要破产了。破产？清源，什么破产？不可能，顾氏几10年了，怎么可能说破产就破产？清源，是不是银行搞错了？我们还有供应商没了，股价跌穿，银行催贷，供应商堵门，你没听见吗？什么都没了。你姐呢？清婉呢？沈燕当年要5000块修房子，我说家里没钱，现在我们家也没了。法院裁定了，别墅拍卖所得优先偿还银行，妈名下被召回的资产折抵税钱。现在我们没钱了，房子也要被收走。这房子我住了20多年，一砖一瓦都是我和你爸攒下来的，你爸没了，现在连家也没了。妈，成交租的房子我看了，月租600，够我们3个人住。600？我这辈子从没住过那种地。沈总，沈总，董事会正式批了。供应链事业部由您全权负责，年度预算12亿。知道了，通知各部门下周1开战略会。另外，把供应商分级制度的初考发给各组长，让他们周末先看一遍，周一直接讨论。好的，沈总。升官了好，但你得注意身体，
别像以前似的忙起来连饭都不吃。你妈让我跟你说，天冷了多穿点。好，等忙完了就回去。从前我跟他们要5000块修房子，他们说我闹。现在我可以让家人过上好日子，不用再看任何人的脸色。上周发下的东西大家应该都看了，今天开会核心就一条：推行供应商分级制度，所有合作商分成 A、B、C 3级 ，A 级优先合作 ，C 级限期整改，整改不合格的直接清退。沈总，这套制度是不是太激进了？我们在座几位跟那些老供应商打了10几年交道，一下子把人划成3、6、9等，面子上过不去。是啊，而且 C 级限期整改那段时间交付怎么办？短期肯定受影响。过去3年投诉率最高的前20家供应商，全部是合作超过8年的老关系户。延迟交付次数最多的前10家，有7家是各位刚才说的面子上的朋友。盛恒想做到行业第一，供应链就不能有短板。分级制度不是针对谁，是让所有人用同一个标准说话。你想清楚了，这套制度推下去，得罪的人不在少数。想清楚了，得罪一批不合格的供应商，总比被他们拖垮整条供应链强。行，你放手去干，出了事我兜着。江总，不会出事。最近我们收到了许多的投诉信，今天让大家来，就是想开诚布公谈一谈。大家有什么问题，尽管问。沈总，我供了盛恒8年货，从你还没来的时候我就在了，从来没有出过问题，凭什么把我划成 C 级？去年3月，你供的那批密封胶圈交付晚了12天，导致仓储1期工期延误。要不要我把当时的监理日志调出来？去年8月，有一批建材抽检不合格，被你以次充好混进了送货里，退货记录还在财务那边挂着，要不要也调出来？盛恒不是慈善机构，想做 A 级供应商，拿质量说话。各位还有问题吗？听说你把老赵怼得哑口无言，数据摆在那里，不需要怼。刚才的视频发出去后，行业论坛上已经有人在讨论了。有人说你是行业清扫府，也有人说你太不近人情。随他们说，标准定下来就按标准执行，我没时间管别人怎么评价。你看到没有？盛恒的新政策，一群供应商在骂沈燕，他得罪的人越来越多了。骂有什么用？他照样坐在盛腾办公室里。骂的人多了就有用。你不是认识那个被淘汰的吴德利吗？去找他聊聊。他被沈燕踢出来，总会想出这口气。吴哥，我今天找你就是想问问你，怎么会被盛恒淘汰了？还不是因为那个沈燕！我在盛恒供了5年货，就因为他沈燕一个分级制度，连续2个季度给我评 C 级，直接终止合作。几百万的订单说没就没了，我恨死沈燕了。你这算什么？我在顾家3年，沈燕吃我的住，还拿我家的钱。可你看看最后他攀上盛恒，翻脸就把顾氏搞破产，人这么狠，比你想象的狠多了。他就是条白眼狼，谁沾上谁倒霉。我找人打听过他的底细，什么把柄都没找到。这人干净的跟白纸一样，见了鬼了。他在顾家3年的事儿我都知道，他当年签过的合同、经手的项目，跟我姐的那些烂账，哪一样拿出来都够他喝一壶。你以前是顾氏的少东家，盛恒的门道你肯定熟，想不想跟我一起干点事情？什么事情？万福集团听闻，盛恒的死对头，他们正在找熟悉盛恒的人。你手上有沈燕的料，我有人脉搭桥，咱俩联手，一起搞倒他。钱总，这位就是我跟你提过的顾清远，以前顾氏的少东家，盛恒副总裁沈燕的前小舅子。
沈燕在顾家3年的事儿，他最清楚。听说盛恒的供应链分级制度是沈燕一手推的，他这个人做事的风格是什么样的？沈燕做事不讲权利，从来不搞人情往来那一套，只看数据。他推分级制度，就是要用一套硬指标把所有供应商筛一遍，不合格的直接清退。盛恒的供应商审核流程，你了解多少？具体流程我不太清楚，但我知道他审核的时候最看重是交付准时率、质量抽检制度，还有报价透明度。他这个人有个弱点，太相信数据。只要你给他看的数据没问题，他就不会怀疑。但他不太会看人。怎么说？他在顾家3年，我抢了他那么多项目，他都忍。他不是能忍，是真的没往那方面想。行，今天先到这儿，回头有需要再联系你。钱总，这人说的东西都挺浅的，没什么干货。是浅，但他和沈燕有私仇，仇恨是最好的燃料。先晾他几天，等他急了，自然会拿出更有价值的东西。沈燕又上新闻了。他说什么了？他们公开了审计报告，记者问他为什么要公开，他说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，行业都在讨论它。现在他又出尽了风头，万汇晾了我整整1周，钱国伟连个消息都不回，再不拿出点东西，这条线就断了。你姐以前在顾氏经手不少合同，公司虽然破产了，但她的签字样本还在老宅搬出来的旧纸箱里。我姐现在去上班都直接住公司，不和咱们住一起。你要我姐的签字干什么？嘘，别让你姐知道。只要拿到她的签字样本，我们自己就能做点文章。你拿着东西去见钱国伟，你把东西给万汇，万汇想怎么用就怎么用。到时候就算出了事，反正是清婉的名字在前面顶着。这不是伪造签字吗？万一被查出来，富贵险中求，你还有别的路吗？这都是你姐经手的合同，有了这个，钱国伟就不会晾着你了。找到了。你不敢的话，那就我来学着写。像了吗？差不多了，妈。你已经练了2天，不仔细对比看不出来。钱总，我们手上有一份沈燕前妻的签字授权，她的亲笔签名样本在我们手里，可以用她的名义注册一家公司，帮万汇办事。你们能注册什么公司？建材咨询公司。万汇不是正在抢盛恒那个材料供应标段吗？用第三方公司的名义去接触那些签了独胎协议的供应商，到时候用顾清婉的名义，谁也查不到万汇头上。3天之内把公司注册出来，地址用万汇的虚拟地址。事情成了，3天之内把公司注册好。签字是你签的？你别管是谁签的，就这样子就够用了。行，既然你拿出了诚意，我也不能亏待你。从现在起，你是万汇的编外合作伙伴。这家公司用来走账和接触供应商，出了问题跟万汇没关系。那我有什么好处？你不是想让沈燕难受吗？我们就用这家公司抢走沈燕现在拥有的一切。放心，只是走账那个壳不会真出来，就算出了事，你姐才是花花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怎么回事？怎么会有注册的系统短信，显示我成了清远建材咨询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？你好，我收到一条企业注册的短信，想核实一下是不是诈骗信息。顾女士，我帮您查一下，清远建材咨询有限公司前天完成注册，注册材料上有您的亲笔签名，不是诈骗短信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，请稍后再拨。清婉啊，有事儿吗？你们用我的名字注册了公司，就是个小公司，
帮清远过渡一下。你现在又没工作，闲着也是闲着。我的亲妈和亲弟弟用我的名字注册公司，一个字都没跟我提过。顾女士，您是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。根据法律规定，如果公司涉及违法经营之类的问题，您是第一责任人。但我完全不知情。问题就在这里，注册材料上的签名是您的笔迹，您要证明自己不知情非常困难，所以您必须尽快报案，以伪造签名和虚假注册立案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你怎么来了？等了多久2个小时。有件事儿，我不知道该找谁，只能来找你。这是工商短信和律师的意见，你看看。清远建材咨询有限公司，经营范围仓储物流建材供应，你完全不知情？不知道，是我妈和清远用我的名字注册的。这家公司的注册地址和万汇在同一栋写字楼。万汇是盛恒在整个华东最大的竞争对手，万汇在拿你当挡箭牌，用你的名字注册空壳公司，绕开图胎协议，接触盛恒的供应商。一旦出事，第一个被追究的人就是你。我知道，律师也这么说。我今天来不是让你帮我解决这件事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万汇在打盛恒的主意，你小心。看在之前你给我传信的份上，盛恒法务部可以给你介绍律师。你需要报案，伪造签名和虚假注册是刑事案，越早立案对你越有利。如果报案，我妈和清远都会进去。他们用你的名字注册公司的时候，想过你会不会进去？巡捕，我要报告有人伪造我的签名注册公司。我是法人代表，但完全不知情。清远建材咨询有限公司，法人是你，注册签名也是你，你说不知情？签名是伪造的，你们可以做笔迹鉴定。公司名字里的清远是我弟弟顾清远，我母亲周美华也知情。巡捕，您让我和我妈过来，到底有什么事？清远建材咨询有限公司，法人是你姐姐顾清婉，她说完全不知情，你怎么解释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兴许是我姐自己注册的，她记性不好忘了呢。注册材料上的签名笔记，你姐已经申请做鉴定了，你想清楚了再回答。反正不是我签的，你们有证据就拿出来，没证据别往我身上推。对啊，巡捕，我不知道什么公司不公司的。我家破产之后丢了一些旧合同、旧文件，可能是谁捡去用了，反正跟我没关系。笔迹鉴定出来之后，如果证实是你们两个做的事情，你们都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。你现在说清楚还来得及。那就等鉴定结果出来再说，反正我没做，就是没做过。我说了不是我签的，他们没证据就不能抓人吧？先回去再说。妈，结果还没出来，但我知道是你们两个做的。我的行李已经收拾好了，从今以后我们不要再联系。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清远啊，找了3天了，你姐的电话都打不通，谁也不知道她去哪儿了。他跑了也好，清远建材的法人跑路了，巡捕的调查一时半会儿追不到我们头上。顾清远，万汇等了你这么久，你拿什么实际行动来证明你的价值？沈烨，我姐失踪了，你知不知道她在哪儿？你姐为什么失踪？你不清楚？你少倒打一耙！她是你前妻，你不管她谁管？你用她的名字给你当法人的时候，想过她的处境吗？你要是还有一点良心，就别再找她。妈，沈燕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让我下不来台，问我什么时候为别人想过一次，她算什么东西？而且她肯定知道我姐在哪儿，就是故意不说，要不然她怎么一点都不着急？明天我去找她。我要见沈烨！沈烨，你有本事出来！你把我女儿藏哪儿了？你以为离了婚就跟你没关系了？她好歹伺候了你3年。她伺候了我3年。周阿姨，
我在顾家3年，我的情况现在所有人都知道，不如让大家评评理，看看到底是谁伺候谁。你胡说！王秘书，送客。沈总，昨天大堂的事儿被人拍了视频传到网上，评论区有人骂泼妇，也有人质疑您对老人态度太冷。公关部问要不要处理，不用回应。那这段视频呢？要不要联系平台下架？越下架越有人觉得我心虚，放着吧，过2天热度就散了。好的，沈总。沈燕，上次是我冲动了，今天就是想跟你好好谈谈，我肯定不会像之前那样了，你放心。那你跟我来吧。阿燕，以前的事是妈做的不对，我这个人脾气急，说话不过脑子。上次在大堂说的那些话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但清婉毕竟是你前妻，你们好歹夫妻一场。她现在人不见了，电话打不通，公寓也退了租。阿燕，我是真没办法了才来找你，你就帮忙，帮我找找清婉。你要是肯帮这个忙，我以后再也不来烦你。你要是不帮，我这张老脸也不值钱，天天来你这儿坐着，你也不想每天上班都看见我吧？我可以帮你找顾清婉的下落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说。你和顾清远当着我的面，把清远建材的事讲清楚，是谁拿了顾清婉的身份证信息去注册？说清楚，我帮你们找。那事儿是清远一时糊涂，年轻人不懂事儿，我已经骂过他了。说清楚了，我帮你们找人。你不说，那就没得谈。沈燕，你这是逼死我！我一个老太太给你当道歉还不够吗？那些事都过去了，你非要揪着不放吗？你就是来让我继续给你当工具的。以前是让我给你当赚钱的工具，现在是让我给你当找人的工具。您请回吧。妈，怎么了？今天家里来2个人，一个女的说是你前岳母，带了个年轻人说是她儿子。是周美华和顾清远，他们怎么去找你们了？我一开门，那女的就开始抹眼泪，说你现在发达了，不管她女儿死活了，还说你把她儿子的工作弄没了。我爸呢？你爸在旁边坐着，一直没吭声。后来那女的越说越来劲儿，说你忘恩负义，说你在顾家白吃白住了3年。你爸就站起来问了她一句，那些客户最开始是谁谈下来的？没说别的。那女的当时就答不上来了，脸涨得通红，没坐一会儿就走了，没再说别的。不过燕儿，我看她那眼神不太对，走的时候回头瞪了你爸一眼。我爸在旁边吗？让我爸接一下。爸，他们没对你们怎么样吧？没有，就翻来覆去的说那几句话，我听了2句就知道他什么意思了。你不用操心家里，我跟你妈好着呢。我知道。爸，你跟妈说，以后再有陌生人上门，不用开门。你妈就是心软。行了，挂了吧，电话费贵。李助理，2件事：第一，我爸妈那边安排物业给门口装个监控，这2天就装上；第二，帮我约法务部，我要了解顾清远伪造签名的案子目前到哪一步了，下午就给我汇报。明白，沈总。沈总，清远建材虚假注册案，巡捕那边已经完成证据固定了，顾清婉签名的笔迹鉴定报告也出来了，确认是伪造。如果盛恒作为利益相关方正式提起民事诉讼，需要多长时间进入庭审？最快的案子1个月左右能排上，但这个要看法院的排期。我们这边材料都是现成的，随时可以递交。沈总，周美华在楼下说想见你，这次没有吵闹，就坐在等候区，让她上来。阿燕，我来不是跟你吵的，我就想问一件事儿，清婉她到底去哪儿了？你觉得我知道？他走之前见过你，我知道他来跟你说了公司的事儿，他是被你点包走的，对不对？你跟他说了什么，他就这么走了，连亲妈都不要了。他为什么走？你真的不清楚？你和你儿子用他的名字注册公司，让他背上刑事责任的风险。顾清婉发现之后没有跟你们闹，只是收拾行李走了。他不吵不闹走到这一步，你作为母亲，想过他心里是什么感受吗？我要主动承认我的错误。清远建材咨询有限公司虚假注册，我是主犯。你说，我伪造了我女儿顾清婉的签名，用她的名义注册了公司，这一切都是我做的。你为什么现在来自首？我刚才去盛恒找沈燕了，想问她知不知道我女儿去了哪里，她没告诉我，
从盛恒出来，我坐在路边的花坛上给我女儿打电话，拨了一遍又一遍，每次都是关机。我坐在那里，突然就想通了：清婉为什么走？沈燕为什么不肯帮我？所有人为什么用那种眼神看我？我找了我女儿1个月，找不到。她从小到大从来没跟我说过一句重话。可是那天在电话里，她说从今天起不要再联系了。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平静，平静的比骂我还难受。笔录确认无误的话，在这里签字。沈总，刚收到消息，周美华去巡捕局自首了，把伪造签名的事全部都揽在自己身上了。知道了，接下来就等巡捕那边按程序办。沈总，周美华的案子判了。什么结果？他伪造身份证件、虚假注册，2罪并罚。基于自首情节和如实供述，法院从轻判了1年。今天上午刚出的结果。顾清远呢？顾清远作为从犯被免于刑事处罚，但留下了案底。另外，盛恒作为利益相关方的民事诉讼，法务部那边也已经递交了诉状，法院受理了。知道了，让法务部按程序走就行。是，沈总。我妈现在进去了，我姐姐顾清婉也下落不明，这一切都怪沈燕。沈燕，你等着，我绝不会这么轻易让你好过。沈总，没有找到顾清远的踪迹。自从周美华入狱后，他就下落不明了。万汇那边最近有动作吗？没有，钱国维被内部调查之后收敛了很多，最近万汇那边安静得很。那就把精力放在招标上，不要让外部因素干扰工作。仓储2期是今年最大的项目，任何环节都不能出纰漏。沈总，采购部今天上午收到一封匿名举报信，说仓储2期项目有家中标方和你有私下利益往来，这里面列举了几个供应商的名字和中标金额，但没有任何具体证据，全是捕风捉影的措辞。只有采购部收到吗？审计部、合规部，连江总办公室都各收到一份。寄件地址是承销一家打印店，没有寄件人信息。对方显然是有备而来，寄送范围这么广，就是想制造舆论，让法务和审计联合自查，所有中标方一个一个过，结果出来后直接报告。举报信原件存证，打印店的监控也让人去调研。是，沈总。所有中标方都过了一遍，过了，流程合规，没有问题。但这封举报信寄了4个部门，摆明了不是真要举报，就是想把事情闹大。打印店的监控查了吗？顾清远戴着口罩也能认出来。我在顾家3年，对他非常熟悉，他的习惯改不了。暂时先不用报巡捕，这段监控太模糊，报了也没用，让人盯着棋牌室就行。好的，沈总，我下午要去仓储2期的工地上看看。这边的事情就先交给你了。好的，沈总。沈总，沈总，锁扣的螺栓被人松了，至少松了3圈。通知所有人，工地全面停工，报巡捕彻查。不止这一处，另外2处脚手架的连接器也有被拧动的痕迹，这不是偶然事故，是有人蓄意破坏。有人受伤吗？没有，万幸今天那根钢梁下面没人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我们调了工地近3天的监控，半夜1点左右，有个人影从围挡的破损缺口钻进来，在工地上转了将近20分钟，走路姿势一模一样。我能肯定这和给我寄信的是同一个人，这个人应该就是顾清远。之前因为伪造签名注册公司留过案底，住城北棋牌室。步态特征确实高度吻合，我这就带人去棋牌室。顾清远，8月17号晚上11点到凌晨1点之间，你在哪里？在棋牌室睡觉啊。潘老板能作证，那天晚上他确实在店里，但中间出去了一趟，大概1个小时，说是买宵夜。买什么宵夜？买了1个小时？我走了好几家店，
都关门了。工地没有拍到正脸，围挡缺口没有提取到有效指纹，目前没有直接证据。这段时间不要离开本市，随传随到。好的，巡捕。停工1天，设备租赁税和人工成本就是几十万。董事会有人提议，仓储2期复工之前让你暂时停止配合调查，我暂时压住了。但事故原因1天查不清楚，停工令1天不解，这个压力我压不了太久。你多长时间能解决？3天。3天之内，我一定找出证据。沈总，媒体那边已经发了好几篇报道了，标题很耸动，股价今天跌了2个点。公关部问我怎么回应，现在回应什么都是狡辩，找到证据，拿事实说话。围挡的破损缺口在事故前3天就记录在巡检日志里了，标注了需修复，但维修班组的账簿上没有对应的修复记录。去，叫巡检员来。是，沈总。我上报当天下午，有个人打电话到项目部，说自己是维修班组的，说围挡已经修好了，让我们不用再派人。那个电话是多少？马上带他去查。是。国际名誉付费卡已经停用了，但基站定位显示，通话时这张卡的位置在城北棋牌室周边200米范围内。打印店监控拍到他的布台，工地监控拍到他半夜进围挡。现在基站定位又证明棋牌室周围有人冒充维修班组打掩护，3份证据，再加上之前伪造签名留下的案底，虽然没有直接指纹，但先把这些全部交给巡捕。顾清远，你涉嫌破坏生产经营罪和危害公共安全罪，请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。沈总，顾清远在派出所咬死了不认，说监控没拍到正脸，巡捕手里的证据不够硬，暂时没法批捕。光靠巡捕破案来不及了，3天期限只剩最后1天，换思路，不追查谁送的螺栓，先证明盛恒的安全管理体系没问题，让安全部门把近1年的巡检记录、监控录像全部整理成档，主动提交给安检部门，同时邀请第3方安全评估机构进场核查。我马上去办。沈总，安检部门的审核结果出来了，认定盛恒安全管理体系没有系统性缺陷，事故原因系外部人员蓄意破坏，停工令今天正式解除。但安检部门要求工地安保必须加强，所有进出人员实名制管理，安保投入翻倍，这笔额外成本不小。成本增加总比工地烂在那里强。通知项目组明天复工。沈总，几个大客户因为这次停工事件对咱们的交付能力产生了质疑，最大那家直接发函要求盛恒出具额外的履约担保，否则后续合作要重新评估。担保金额多少？一旦开了这个先例，其他客户也会跟风。安排出差，我亲自去谈。江总，客户那边我跑了一圈，工地复工之后股价回稳了，但几个大客户对交付能力有质疑，最大那家直接发了函，要求额外履约担保，不然后续合作重新评估。我带着监控截图和复工批复一家一家谈，3家谈下来2家，最后这家还是不肯松口。这笔担保金额不小，而且开了先例，其他客户会跟风，你怎么想？担保得给，但不能以集团名义。我的意见是以项目公司名义签，集团风险可控，对方也能接受。项目公司的资金压力会更大，仓储2期不能卡在这个节点上，项目公司扛得住。行，按你说的办。签完之后把副本发我一份。好，谢谢江总。这谁发的消息？你还在这窝着？上次差点进去了，你不怕？我孤家寡人一个，怕什么？我妈在里面，我姐跑了，沈岩在外面风生水起，我还有什么可失去的？这家就是要求额外担保的那家客户。项目对接人姓孙，担保争议的时候跟沈岩正面交锋过，我已经加到他微信了，聊了好几天了。你跟人家聊什么？聊行业趋势，聊供应链痛点，聊盛恒的竞争对手。他只当我是个行业观察者，等聊熟了，有些话就好说了。你这回又要搞什么名堂？不急，
他现在对我还没完全放下戒心，等他把戒心全放下，我再给他看点有意思的东西。沈燕防得了工地，还能把每个客户都防住。沈总，贵司在事故发生前3天就已经发现了围挡破损，为什么没有及时修复？巡检员上报当天下午，有人冒充维修班组打电话说围挡已经修好，这个电话是不记名卡打的，所有材料都在这里。你的结论是有人蓄意破坏，而且这个人现在还在外面。是。那你打算怎么保证这种事不会发生第2次？人脸识别门禁，双人双岗值班，夜间红外监控全覆盖，所有进出人员实名制，临时访客需要提前报备。出了事能兜底不算本事，能在出事之前把漏洞堵上才叫本事。你这次是被人钻了空子，但你的反应速度比很多人都快。审计通过，合同按原计划执行。陆总监这几天辛苦了，现在天色也不早了，我请你吃个便饭，算是尽地主之谊。审计期间不接受宴请，这是规矩。审计已经结束了，那就工作餐。陆总监，你做供应链多久了？8年，之前在德国一家物流公司干了5年，去年才回国。国内供应链金融刚起步，空间大。德国那边自动化仓储已经做到无人分拣了，但他们的模式不能直接搬过来。对，国内的物流节点比欧洲密集得多，数据量不在一个量级。你之前说出事能兜底不算本事，这话是你自己总结的？不是，是我第一任老板教的。他说，供应链管理者的最高境界不是救火，是让火烧不起来。谢谢沈总的工作餐，希望以后有机会继续合作。沈燕的盛恒供应链再获大客户认可，可恶！工地破坏没扳倒他，客户审计也通过了，网上全是他的正面报道，一条负面都找不到。我折腾了这么多回，每次他都能化险为夷。你现在就像困兽，越挣扎越出不去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人家沈燕背后是盛恒，你有什么？我每次出手都是孤注一掷，没有后手。工地那次我做完就跑了，客户那边我聊一半就没下文，所以每次沈燕都能翻盘。他应对我的时候永远留了后手，我对他从来没有。上次万汇的钱国伟虽然踢开了我，但他的助理私下给我留了个电话，说有搞到盛恒核心新数据的机会，还可以再联系。我一直没打。喂，我是顾清远。仓储2期完成了，但是仓储3期在选址上就犯了难。城东那块交通便利，配套齐全，就是拆迁成本太高，预算兜不住。城西那块地价倒是不贵，但周边连条像样的公路都没有，建成了货车都开不进去。第3个地块最便宜，但旁边全是荒地，别说产业配套了，连个便利店都找不到。建完以后招商怎么办？明天我去实地跑一趟，3个地块一个一个看，看完再说。这段时间和陆怀威偶尔会聊供应链行业的话题，算是审计之后建立的工作联系。他的见解很独到，我问问他的意见。陆总监，你们公司在华东的仓储合作方选型有什么标准？我最近在选址上遇到难题，3个备选地块都有硬伤。你一直在看地价和配套，但供应链选址的核心根本不是这些，是数据。哪里的货多，货往哪里去，路上花多长时间，这些物流流向数据比地价重要10倍。你先拉一下华东过去3年的物流数据，看看货都从哪儿经过，然后再回来选地。对呀，我从头到尾都在看地价、配套、拆迁成本，唯独没有看数据。王秘书，让数据团队拉华东地区过去3年的物流流向数据。沈总，数据跑出来了，您之前看的那3个地块，物流覆盖情况完全不一样。城南这块地位于3条主要货运干线的交叉点，最合适了。之前所有人都在看地价和配套，没人看数据，这块地才是最优解。按你说的方法拉了一遍数据，结果完全不一样，你帮了我大忙。
等我回去请你吃饭，不是工作餐。审计已过，可以吃好的。奇怪，自从和陆怀薇聊天的时候，我就不会去想顾清远、万慧这些事情。陆怀薇说话的方式直接不绕弯，让人觉得舒服。江总，这是用物流数据重新梳理的仓储3期的选址方案。这个思路是你自己想的？一个朋友说，供应链选址的核心不是地价和配套，是数据。我回去拉了华东3年的物流流向数据，答案就在数据里。方案通过，按这个方向推进。钱总让我来跟你谈，态度很明确，我们需要盛恒在连锁超市项目上的方案和报价，事成之后给你报酬，现金。我不要钱，我要沈燕难受。那你更要帮我们了。仓储的项目后，就这家连锁超市对盛恒很重要，沈燕亲自带队在跟，丢了这单，他的脸就丢大了。需要我做什么？找到沈燕报价的底牌，你跟了他3年，总知道他的谈判习惯。他报价永远留2成空间，第一轮让步不超1成，第二番到1成5，有用但不够。报价可以估，方案估不了。拿到盛恒的方案书，这事儿就稳了。盛恒的方案书我没有，但我知道谁有，市场部的刘姐，但是我没有她电话。喂，刘姐吗？我是清远，对，顾氏那个顾清远。听说你现在在盛恒市场部，晚上有空吗？请你吃个饭。这家连锁超市全国1200家门店，拿下它，我们的仓储网络就能直接嵌入零售终端。这是增量市场，战略意义比利润更重要。沈总，对方采购部刚发通知，增加1轮比选。几家？3家。原本是我们和另一家，现在新增了万汇。万汇，他们在零售供应链没有经验。沈总，万汇的报价摸到了，比咱们低了8%，而且他们的方案里也提到了4小时配送。万汇什么时候开始搞自动化分解了？没听说。有人在给他们递情报。谈判只剩1周，内查来不及了。既然他们抄我的框架，我就让框架本身变得没用。把自动化分拣系统过去18个月的运行数据全部调出来，拣选准确率、设备故障率、订单履约时效，全部做可视化。沈总，这是要做什么？做一份4小时时效保障白皮书，不玩虚的，用数据说话。最近在忙什么？一个超市供应链合同。超市供应链的核心不是时效承诺，是库存周转率。你说4小时配送，不如说能帮对方省多少仓储成本。我一直教团队站在客户角度想问题，这次却犯了同样的错。陆怀薇这个法子好，精辟，不搞4小时急速破送了，就以为您降低20%的库存持有成本为噱头。万汇能抄我的方案框架，抄不了我的真实数据。这次我要让他们抄都抄错方向。我不讲4小时配送，我讲各位最关心的钱。盛恒仓储网络能帮你们节省的库存持有成本、资金占用成本、滞销损耗成本，这个计算出来的数字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。这个角度，之前没人跟我们算过。另外那家供应商的方案和你们很像，但数据没有你们的事。有些东西能照抄，有些东西抄不了。数据是自己的，谁都拿不走。连锁超市供应链合同，最终还是花落盛恒。合同拿下了，你上次说的库存转化率建议帮了大忙，这顿饭欠你很久了。正好我要去你们城市开会。这周6你请客。
我下个月调岗到华东区域总部，分管供应链金融，和盛恒会有更多交叉。那以后要经常合作了。我们第一次见面时，我是审计身份，有些话不方便说。现在调岗了，不在审计序列，就不算越界。什么事？万汇最近在到处挖你们的信息。上次超市的合同，你们的方案细节是他们通过一个中间人拿到的，那个中间人姓顾。你怎么知道？万汇是我前东家的客户，我在那边有老同事。丁副手最近和一个小顾走得很近，我查了一下才知道这个人跟你有过节。我不是想掺和你的私事，但如果这个人还在找你麻烦，你应该知道他在跟谁合作。谢谢你告诉我这些。不用谢，帮你也是在帮我自己。以后合作了，我希望盛恒不要被这些事拖后腿。盛恒数据平台要过国家3级等级认证，业内头一份。认证一落地，万汇在数据安全领域彻底没戏。我给你最后一条路，拿到盛恒的根密钥，50万。我不为钱，我要沈燕难受。结果都一样。我提醒你一下，你见不到沈燕，也碰不到密钥，但你可以碰她身边的人。老六，帮我办件事。大学城，沈之一，下午的课。这是我以前在德国参与数据认证时被问过的所有坑，你过一遍。请问是沈之意吗？我是盛恒的员工，你哥沈燕出事了，现在在市中心医院抢救，公司让我来接你。我哥怎么了？伤得重不重？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，车在那边，你先上车，路上说。是你？别怕，我不动你，只要你哥配合，你很快就没事。喂，沈先生，知意今天下午没来上课，也没请假。他室友说中午接了个电话就急匆匆出去了，到现在联系不上，手机也关机了。快报巡捕！顾清远，你又认出来了？对，他走路的这个步态，我一眼就能认出来。调沿途监控，追那辆面包车。面包车往城北方向去了，最后消失在废弃工业区附近。顾家旧仓库，3年前他带我去过，在废弃工业区最里面，是个空置多年的旧仓库。我知道他在哪儿。你打算一个人进去？那是我妹妹。吃吧，别饿着。我哥不会放过你的，你每一次找他麻烦，最后吃亏的都是你自己。现在你还不死心吗？你收手吧。收手？我现在什么都没了，连收手的地方都没有。你哥把我这辈子全毁了。你什么时候能明白不是他的错？顾清远，你妹妹在我这里，我要盛恒数据平台的根密钥，1个人进来，2个小时之内我见不到密钥，你也别想见到你妹妹了。我怎么知道她现在安全？哥，我没事。听到了，2个小时，1个人来。你打算怎么办？根密钥不能给他，那是盛恒几千人的饭碗。我在外面等你。
东西呢？跟密钥我不能给你，那是盛恒几千人的饭碗，给了你，什么都作废了。这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东西。那你还来干什么？来看我笑话？我给你另一个东西，你母亲的假释机会。你说什么？周美华在里面表现良好，符合假释条件。如果你现在放了执意，我会以受害人身份向法院出具谅解书，帮她争取假释。你妈是因为你才进去的，现在你可以亲手把她弄出来。你在骗我？你恨她？你凭什么帮她？我没有骗你，我沈燕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？你放人，我出谅解书，拿你妈的假释机会换我妹妹的安全。哥，哥在2楼隔间，钥匙在这儿。哥，我知道你会来。他有没有对你怎么样？没有，就是把我关在里面，还给了水和面包。跟密钥的事儿是钱国伟让我干的，他说拿到密钥就行，还给我打了30万定金，还在我床底下。你之前遭遇的倒霉事儿全都是我在背后干的。我妈的事儿你刚才说的算数吗？我沈燕说话什么时候不算数？我姐那边照顾好清婉，让她别来看我，就说我说的。我会转达。各项指标都正常，就是受了些惊吓，回去好好休息2天就没事了。走，送你回学校。谢谢医生。客气。哥，那个姐姐就是一直在外面等你的那个，她是你女朋友吗？还没到那一步。她挺好的，我看她看你的眼神跟别人不一样。认证评审会延期了，下个月。我知道，你之前说调岗的是批下来了，华东区域总部下周报到。那我得趁你走之前把话说了。你下周几走？周3，华东那边催了好几次了。有句话，我想趁你走之前说出来。顾家的事从头到尾你都在旁边看着，从客户审计到工地破坏，从匿名举报到我妹妹被绑架，这些烂事你全看见了。离婚之后，我以为自己这辈子不会再考虑感情这件事了，但那天在仓库外面，你说我在外面等你，那4个字我在顾家3年从来没听到过，没有人等过我，都是我在等别人。我不太会说这种话，我就是想让你知道，你要调走了，以后聊天我不想只跟你聊工作，也不想只当那种偶尔发条消息的朋友。你说的挺好的，我还以为你打算一直不说。华东到这边高铁2个小时，我又不是不回来了。你那个项目我还要跟进，回头把方案发我，以后有的是机会见面。送到这儿就行了。我没什么东西给你带，就这个。什么东西？你上次说德国的自动化仓储系统国内不适用，我让技术部拉了一份国内物流节点的数据对比报告，里面还有仓储3期选址的完整方案。你说了要帮我做配套评估的。
你送行就送数据报告。还有一句话，到了给我发个消息。就这？我等你回来。沈燕，你知道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在想什么吗？在想怎么挑我的漏洞？不是，我在想，这个人被那么多人针对，要么是真的硬，要么是把自己裹得太紧了。后来我发现，你两个都有。仓储3期的配套评估我做完了，你那块地的物流辐射数据比我预想的还好，华东这边的几家供应商也感兴趣。那你什么时候回来汇报？怎么，没有工作理由我就不能回来了？没有工作理由更好。我明天下午到。你不是说下午到？高铁晚点了，你做饭。试着做了几个菜，进来。报告给你带回来了，不过我可不是专门为了送报告才提前回来的。我知道。沈燕，有件事我想跟你说清楚。这60天，我每天跟华东那些供应商谈合作，签完5家意向书那天，我第一反应不是高兴，是想马上打电话告诉你，我在德国8年，回国2年，从来没有这种感觉。做成一件事最想分享的人，不是同事，不是领导，是你。我也是。认证通过的发布会，我在台上看到你站在人群里，第一个念头不是项目终于过了，是你真的来了。比面馆的差一点，但诚意够了。第一次做，凑合吃。我调回来怎么跟江宇解释？就说是你的意思。不用解释，供应链金融师部本来就缺一个负责人，你是最合适的人选。江宇问下来，我就说人才引进。你这算不算以权谋私？算，但我谋的不是私。你来做供应链金融，盛恒至少快3年。沈燕，我想听你说句实话，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我们之间不只是工作关系的？审计那3天里，我发现一件事，和你在一起，我不需要想怎么证明自己，不需要想怎么防着别人，这种感觉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过了。你呢？仓库外面那天晚上，你一个人走进那扇铁门的时候，我想的是你，不是沈总，是你。我前半辈子最幸运的事儿是离开了顾家，后半辈子最幸运的事儿是你来审计我这个烂摊子。审计结果呢？合格，一辈子合格。